通常圣诞节新年后的1月是伦敦最冷冷清清的月份，空空荡荡的腰包，街头巷尾的圣诞彩灯被拆除，光秃秃的圣诞树躺在街边，像从未被人认领过一样。而在1月份，在经济和活动都萧条的伦敦，仍有艺术节在发生，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当属伦敦国际默剧节，大部分登陆的作品都是英国或者伦敦地区的首演。因为疫情，2021年的默剧节活动搬到了线上，在录像的板块首次公开了1990年至今的40多场演出的录像，于1月到1月底的期间可以观看。其实，在还没开始之前，我已经感到疲倦，所以只好赶快泡一杯茶。倒不是因为戏剧节或者表演本身，原因显而易见。从去年2、3月全球疫情大流行以来，许多人被迫增加自己与荧幕相处的时间，工作、采购、社交、娱乐，这导致连以前上床睡觉前忍不住会多滑一下手机的我，现在都刻意减少这种行为。毕竟现在生活必须都离不开荧幕，至少在这种时候放过自己一些吧。经过了1年，线上表演的趋势也渐渐进入疲惫期。或许我们与后人类时代最大的隔阂，并非科学技术的演进，而是人类作为生物的本能。群居的本能、社交的本能和渴望肢体接触的本能。身处疫情的黑暗隧道里，我们朝着如豆丁般的终点缓步前行。是啊，我们是看到光了，但实在不知道还要再走多久。而在这段时间里，生活总不能停滞不前。因此，知道伦敦国际默剧节以线上的方式如期举行，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而且看得出来，这次艺术节在策划上面非常的用心。除了有常规的大家期待的节目录像以外，艺术节还策划了大概10场的线上对谈和演讲，还有5部短片是以电影化制作的方式拍摄的一些演出片段。另外还有大概10个线上的表演工作坊，看起来也都很有趣，虽然我没有报名参加。影片是按时间顺序来组织的，从90年到2000年，2000年到10年，10年到离我们最近的20年，这3个10年又10年之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样的美学发展与风格的递进。不过在官网上，艺术节的主办方他们自己也说，选择这些剧目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是历年的最佳剧目。做一个线上的展映，要综合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具体这个剧它有没有录像，又比如说选择的这些不同的剧目，他们的风格有没有足够多样。对于默剧不大熟悉的观众来说，谈到默剧，首先可能会想到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卓别林或者巴斯特基顿的喜剧表演风格。的确，小丑表演在伦敦默剧节上比比皆是，但是默剧节也包括了很多舞蹈剧场和杂技表演，还有经典的对口型的酷儿表演也不乏其数。我今天想谈的2个演出录像，正是属于完全不同于小丑表演的类型。
第一个演出是比利时舞剧团 Peeping Tom 偷窥狂的代表作，剧名叫 32 Rue Vandenbranden 凡登布莱登32号街。录像开始播放，我却误以为打开了一部罗伊·安德森的电影，简洁而超现实的场景，比例的不真实，阴霾的天空悬挂在积雪覆盖的大地上，一盏硕大的街灯，令人不安的古典音乐，两节简陋的白色铁皮拖车房，孤立绝缘的人们就住在那拖车房里。第一个披着斗篷的黑衣人上场，来到拖车房下面的轮胎旁边。一个婴儿在啼哭，黑衣人试图掩盖哭声，于是用积雪将婴儿覆盖。哭声渐弱，黑衣人下场，另一个像提线人偶的女人开始了她的独舞。整场演出充满了这样匪夷所思、似幻似真的时刻，人物接连登场，有孕妇、歌剧演员、几对情侣、流浪汉，每个人都在雪地里，在浴室中，在房间里跌打滚爬，抽搐痉挛，试图耗尽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以便平安地度过一天。而在棚户区是没有隐私和隔音可言的，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别人的视线里，惊吓了偶尔路过滑雪的游客。而拖车房里的人们对生生死死是见怪不怪的，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也在演出中渐渐模糊。其中一幕，一个舞者突然敞开衣襟，从流血的胸口掏出一颗跳动的像是心脏一样的红色呼吸的物体。舞者面部表情是非常干涩的，他看着这个物体在手上跳动，然后他突然握紧手，物体里的空气被排空，变得干瘪，失去了生命。当心脏的主题出现的时候，有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法国作家鲍里斯·维昂《岁月的泡沫》的结尾。32号街上被掏空的人们，胸口会不会也长出一朵奇异的莲花？古怪而悲伤，隔绝而无奈，激情与灰烬贯穿在32号街的编舞里。与角色同等重要的是背景音乐，背景音乐的跨度很大，时而舒缓，时而尖锐，时而烦躁，将舞台情绪填充得满满的。从贝里尼到斯特拉文斯基，从平克·弗洛伊德到歌剧，再到日本流行音乐和卡拉 OK， 什么样的音乐都可能出现，不变的只有呼啸的风声。虽然听上去有些晦暗，但作为欧洲的顶级舞剧团 Peeping Tom， 舞者的技巧和能量是我近年里看过最为令人惊叹的。也许是因为 Peeping Tom 很擅长融合，创作出了其他舞团难以企及的高度。无论是日本舞踏、芭蕾、现代舞、当代舞，还是杂技、身体的对折和扭转，或者舞台剧的表演，都像梦境一般奇异地穿插在一起，和风格迥异的配乐类似。也许凡登布莱登32号街里的舞台视觉、内容参照与情绪渲染是欧洲化的，但是难以否认他们爆炸一般的身体能量感是可以跨越界限的。该剧在2015年斩获了伦敦劳伦斯·奥吕弗奖项中的最佳新创舞蹈作品奖。这次选择观看的节目是 Thick and Tight 的 Queen Have and Miss Heaven。Thick and Tight 是由两位创作者 Daniel Hay Gordon 与 Eleanor Perry 共同组成，拥有芭蕾与当代舞蹈的训练背景，并结合酷儿表演、
卡巴莱 Cabaret、对嘴等夜总会式的表演风格，让他们的作品充满大胆、狂放不羁且极富娱乐性的特色。这些也体现在作品 Queen Have and Miss Haven't 当中。演出一开始的不安与黑暗的氛围为整场演出定调。空荡的舞台，由下往上打的灯光，身着全身礼服的皇后，以及破旧白色婚纱的郝维香。作品名称 Queen Have and Miss Haven't 中的 Miss Haven't 的角色原型，就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的晚年小说《孤星血泪》，又称《远大前程》中的郝维香小姐 Miss Havisham。而在作品里，两位表演者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装束，一起悼念他们逝去的时光。虽说在文学和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参照，但是一黑一白的角色，加上似小丑又似变装表演的妆容，猛一看还会以为是惊悚版的白雪公主和皇后。Queen Have and Miss Haven't 选择法国作曲家奥利维埃·梅西安的《图伦加利拉交响曲》贯穿整个作品。虽然我在古典音乐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只能用肤浅来形容，但整体听下来是一个极富戏剧性、高潮迭起、片段且结构性强的交响乐。作品把音乐拆解，再搭配小说于1946年由英国导演大卫·利恩 （David Lean） 改编的电影对话片段，塑造出历史感浓厚和高张力的氛围。两位表演者的肢体风格强烈，演出中有许多戏剧表演的动作被拆解、打散、重组和重复，来对应作品中的音乐和对白，因此也增加了许多娱乐性。尤其在动作的重复上，不但增加了演出的力度，也在某些片段有着天外飞来一笔的喜感。作品的精华之一，绝对是演出的中段利用电影对白、灯光的一明一暗和对嘴拼贴出来的场景连发，表演者夸张、合理但又意想不到的动作，为原本的素材赋予新的意义。灯光搭配音效对于片段的剪裁，让演出风格利落，观赏性高。Queen Have and Miss Haven't 其实已经是 Thick and Tie 2017年的作品，而 Thick and Tie 在这次伦敦国际默剧节中其实也有其他作品被呈现，但这次能有机会看到 Queen Have and Miss Haven't， 除了欣赏作品本身，也让我依稀想起在疫情还没爆发之前，在伦敦的表演场所间东奔西跑的日子。虽然我们依然在隧道里缓步前进，但至少我们是看得到终点在何处，只是不知道尽头之后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罢了。哦，我微波的晚餐好了。吃饭先，我们回头见。I always wanted to waltz in Berlin. Waltz in Berlin. Waltz in Berlin. The way things look. 第二个演出叫 Smashed 粉碎，来自英国的杂技团体 Gandini Juggling 甘迪尼杂技团。粉碎创作于2010年，
我看到的录像版本拍摄于伦敦市中心的孔雀剧院，纪念2017年默剧节成立40周年。而最特殊之处在于此版本因为技术难度，总共只演出过3次。在演出刚开始的时候，舞台上的摆设井井有序，一排整齐的座椅，3个苹果排成竖行，分布在每2个椅子之间。20位左右西装革履的杂技演员登场，步伐统一地绕座椅走圈，动作整齐划一地表演抛球。骑士抛的球是3个苹果，在轻松愉悦的音乐声中，演员们变化着抛苹果的技法，变化抛射的高度、节奏和手法。虽然是杂技抛球，但明显借用了德国已故的著名编舞家皮纳鲍什交际场的开头。无论是着装、表演、动作安排还是音乐风格，从一开始，甘迪尼就将舞台剧场的元素加入了传统的杂技和马戏。接下来的表演风格更加强调了戏剧冲突。甘迪尼不愧是将杂技和马戏团当代化的代表团体之一。后来我在演出的介绍里也看到了粉碎之所以创作于2010年，是为了向2009年离世的皮纳鲍什致敬。虽然归为杂技，但是我还是倾向认为这是默剧节上的另一个舞蹈作品。粉碎分为风格截然不同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虽然非常好看，我叹服演员们在半个多小时里变着技法地玩手中的3个苹果，不管是几个人同时协作，不管身体距离的远近，不管惊险的程度，苹果总是不会落地。渐渐的，随着音乐变化，苹果好像变成了抽象的跳动的音符，几十个在空中不断起伏的苹果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短暂的几何图案。因为只有2个女演员，演员的动作安排里还安插了一些戏剧性的吃醋争宠的逗乐段子。其中之一，2个女演员在抛苹果的同时，需要空出一个拍子的瞬间拍打一个扮演受罚者的滑稽男演员，有的时候是拍头，有的时候是拍胳膊，最后发展到拍肚子、打屁股。观众的笑声贯穿始终，这种无引力的抛球杂技、多线任务同时进行的表演诙谐而轻松，让每个人的心情都不禁雀跃起来。下半场演出来得猝不及防，一个古希腊悲剧感十足的歌剧女演员伴随着乐池的抬高出现在舞台正前方，她面朝观众，歌咏着不知名的旋律，一步步向舞台后方退去。在舞台后方也出现了现场弹奏的乐师。正当我不知所以然的时候，混乱正式登场。如果说前半场演出是身心愉悦，演员们不断用技巧证明苹果是不会落地的舞台现实，那么下半场我们将看到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地心引力的现实。演员们开始互相比武，从3个苹果加到5个苹果，抛射的高度也层层增加。有的苹果扔到了天花板上，又重重地落下，在地板上摔个粉碎。渐渐的，苹果被抛棍和抛盘子取代，盘子又从轻巧的碟子变成了沉重的花瓶和锅碗瓢盆，都一一在地上摔个粉碎。演员们朝舞台的一侧吼叫、投射，好像前方有一场无形的抗议示威。最后，一个演员将重重的一叠盘子朝身后抛去，一声巨响。谢幕的时候，演员们又风平浪静地捡起地板上摔得七零八落的苹果，排成行，在同样轻松的音乐声中开始吃苹果。而我2手握着新年刚买的5个彩色抛球，不自觉地把它们朝空中抛去。 Waltz in Berlin, the way things look, we'll be waltzing right into Germany. And Uncle Sam will be leading the band. 1, 2, 3, 1, 2, 3, ach du lieber Victory. Always wanted to waltz in Berlin, under the linden tree. Und I always wanted to watch on the Rhine, watch on the Rhine, watch on the Rhine. We'll watch and watch until everything's fine over in Germany.
And here is how we will keep them in line. 1, 2, 3, 1, 2, 3, jump, I give you liberty. Always wanted to waltz in Berlin, under the linden tree. Oot. I always wanted to fly to Berlin, fly to Berlin, fly to Berlin. The way things look, we'll be flying right into Germany. And we will drop down a present or 3. 1, 2, 3, 1, 2, 3, ach du lieber Factory. Always wanted to waltz in Berlin, under the linden tree. I wonder how many of you folks today would like to be my partner waltzing down the streets of Berlin.